大家好，今天来聊聊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。最近 AI 的话题越来越火爆，比如 ChatGPT、Sora、DeepSeek、Quark 等等一堆啊。不过呢，就业就是我们的工作，依然是我们最关切的问题，尤其对年轻的一代影响就更大了。我们都知道，要在某个行业寻求发展，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准备。想要拿到一个学位呢，通常需要几年的时间的努力和学习。如果方向规划的不好，几年后毕业了挺高兴的，可是找不到工作就挺尴尬的了。最近有一个报告呢，是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全球范围内做的一个调研，发现有41%的公司将在5年内计划裁减人员。这可能不是什么好消息，但可以理解啊。AI 既听话，干得又好又快又便宜，企业不得不减少那些多余的岗位。不过呢，这个报告同时指出，人工智能所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将多于那些被取代的工作岗位。就如同上个世纪的计算机的出现，很多行业都受到冲击。算盘、珠算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用了，但是呢，计算机却催生出大量的新兴行业，比如说程序员、软件工程师、芯片的制造等等，很多啊。总之呢，一个新的技术的出现，挑战和机遇总是共存的。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把握住机遇，弄清楚哪些行业有可能被淘汰，而另外哪些行业呢较有发展前途，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就业机会。针对这些问题呢，我想就下面4个方面跟大家聊聊。AI 近期的发展，职业风险评估，哪些传统行业风险比较大，就别往那个方向发展了。人的优势在哪儿？最后呢，我想来展望一下未来，我们的机会到底在哪儿？人工智能最近的突破主要是在3个方面：深度学习、生成式 AI、强化学习。深度学习是训练 AI 模仿人脑处理数据，识别图像和语言。生成式 AI 比较好理解，比如说写个论文、做个图像、视频等等。强化学习呢，主要是基于当时的环境，训练 AI 获得最好的方案，比如棋赛、医疗、金融、自动炒股等方面的应用。现在来看看几个例子。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，在公众面前最为震撼的，当属2016年的一场围棋大战，是由 DeepMind 公司的机器人 AlphaGo 与韩国高手李世石的一场对决，后来被称之为人机世纪之战。一共下了5盘，机器人以4-1大胜。赛前李世石信心满满，觉得势在必得，结果一上来就输了3盘。这场备受瞩目的现场直播，不仅重创了世界冠军李世石，还让各界高手开始怀疑人生，机器人是不是要统治世界了？李世石后来还是挺争气的，扳回了第4盘。有传言说 DeepMind 公司故意放水，为了让吃瓜观众持续讨论这个话题，当然这无法考证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，这场比赛不是简单的胜负游戏，而是向世人展示了 AI 不可抗拒的巨大潜力，从而推动了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进一步发展。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， AlphaGo 的这场颠覆性算法演示，至今仍在重新构建人类对智慧边界的遐想。人工智能另一个重大突破是有关 AlphaFold 预测蛋白结构的一项研究，其成果发表在2021年 Nature 杂志上的一篇文章。AlphaFold 也是 DeepMind 公司开发的一款软件，与刚才的 AlphaGo 是同一家公司。这个程序可以精准地预测蛋白的3D 结构。要知道，搞清楚蛋白结构是生物界的一个重要研发活动，就像我们需要拆解一台精密仪器，了解每个零件长什么样，才能完全明白它的工作原理。为了弄清蛋白的结构，传统方法用 X 光衍射的扫描，整个过程既费时又磨人，首先要耐心地培养出晶体，仅这一步就卡住不少人。如果不幸运的话，晶体死活长不出来，几年功夫可能都打水漂了。但 AlphaFold 彻底改变了这个游戏规则，
您看这张对比图，紫色部分是 AI 预测的蛋白结构，绿色是用传统方法做出的结果，可以说吻合的相当成功，相似度高达 0.96， 满分为1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像这么复杂的结构，含有2000多个氨基酸的大家伙，一般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，而 AlphaFold 只需几十分钟就搞定了。没错，从数年的时间减少到几十分钟，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一个进步。不过从这个事例上看呢， AI 也势必会取代一些传统工作，比如培养晶体这种繁复的事物。但与此同时呢，蛋白研究也需要那些会调教 AI 的技术高手，像这样跨界之间的紧密合作，才是未来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。在日常生活中 ，AI 的影子也会越来越多。比如说，制定一个旅游计划，我在这儿呢用 Metaso 做一个演示。Metaso 是 Meta 搜索和 DeepSeek 推理的一个结合体。顺便一提 ，DeepSeek 成本和算法上的突破，最近在 AI 领域也推出了一波不小的震荡。回到旅游这个话题，比如说我想制定一个由洛杉矶去墨西哥坎昆的旅游攻略，我先写好这个提示语，把一些要求写下来，比如多长时间、什么时候、几个人、旅馆、当地租车的情况、一些景点建议等等。另外还要求安排的别太紧，预算在2万以下。好，把刚才那个提示语呢，就输入到 Metaso 网站，然后让它执行撰写这个旅行计划。大概花个4、5分钟吧。我们就不等了，来看看这个事先我做好的一个文档。这就是这个旅行计划的这个草案吧。这包括航班的选择有3家公司，旅店3个不同档次的，然后租车的方案也是3家公司。另外呢，它提示要买一个全额保险。到墨西哥这个开车呢，必须要买当地的保险啊，这个要注意一下。然后呢，是这个每日的行程，在哪玩，在哪吃，然后呢怎么回来。最后呢是一个总预算，然后是从7600到14300，如果你 upgrade 一些东西呢，可以到18000，这也符合我们最高的这个上限，就是2万。我看了一下这个预算啊，这个上限还行，这个下限7600好像跟这个这么加起来的各个明细加起来不太符合。那这又引入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，也就是说呢 ，AI 呢现在还不是说太准确可靠，最后检查这个环节呢必不可少。但总体上看呢，它在短时间内给了你一个基本的规划，找到必要的信息，提供了不少选项。从刚才这个人机互动的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呢，人的作用仍然是必不可少的。第一，我们需要这个提供一个提示语，告诉 AI 我们的需求是什么。第二呢，就是检查了。我在后面呢还会提到这一点。那么这个例子呢就到这儿了。还有一项技术非常有意思，就是脑接口，英文叫做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， 简称为 BCI。这项技术值得我们认认真真的去关注一下，它很有可能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影响。这个图是有关2023年的一个临床实验，由 UCSF 和 UC Berkeley 的合作项目。这个女性呢，早先生病而失去了说话能力，但是她的思维还是正常的，只是把想法转化为声音出现了故障。研究人员把一个探针置入到这位病人的脑中，将探测到的脑电波输送到体外一个智能系统。如果病人想说话呢，想表达一个意思，就可以通过这个仪器表述出来。咱们来看看这个视频吧，很短。Anything is possible. Well, you're showing not a lot of confidence in that today, are you? 再看一遍。Anything is possible. Well, you're
you're showing not a lot of confidence in that today, are you? 刚才您听到的那个 anything is possible 不是从病人口中直接说出的，而是通过智能系统生成的声音，也就是由病人的想法通过脑接口探测、输送、翻译，最后合成而产生的声音。他脸部的表情呢，也可以通过这个荧幕显示出来。从生病到现在大约8年时间，这个病人饱受不少责难，而在这个久久期盼的时刻，他又能听到自己既陌生又熟悉的声音。那一句 anything is possible 是对他自己痛苦的过去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，也是对未来新生活充满希望最真挚的感叹。必须要说明一点，这个技术跟那个英国物理学家 Stephen Hawking 用的那个语音系统完全不是一回事啊。Hawking 的那个系统呢，基本上还是键盘输入技术，只不过是用脸部的肌肉触碰键盘输入文字，而脑接口是用思维来驱动机器运作的过程，很不一样啊。研发脑接口的公司呢，现在也不少，知名度很高的马斯克 Neuralink 就是其中之一。他们最近也在做一些这个临床试验。脑接口技术呢，给人们带来很多无限的遐想，尤其在教育方面的应用。假如有朝一日通过这个接口把整个大学4年的课程用几天的时间输入脑中，那将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颠覆性的革命。可以想象，能够享受这种殊荣的人群将拥有绝对的智力优势，其影响是难以估量的。不过呢，要达到那一步看来还是挺遥远的。人和机器的接口呢，还是有先例的。比如说我们熟悉的针灸，通过针的运作刺激人体神经系统，达到一定医疗效果，比如说去除疼痛、缓解消化不良等等。当然这些应该算是神经接口吧。人工智能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，今后10年到20年，职场的变化将会越来越明显，我们都应该做好相应的准备，尤其是年轻人。我收集了一些数据，做了这个图表，其中包括一些传统行业的替代可能性。比如说这个电话推销员，由于工作的重复性比较高，95%的可能性会被取代。数字越高，风险就越大。同样，数据录入员风险高达95%，基本会计85%，这包括做账、收集、存储、收据等等，重复性也是比较高的事儿。客服专员是指那个收听电话的工作，解答一些对产品和服务的简单问题。现在有很多公司雇佣菲律宾、印度的客服，收费也比较低廉，1小时大概是10到15美金。这个岗位呢，也今后会逐渐的淡出。AI 便宜态度好，不是脾气大小的问题，而是根本就没有脾气。分拣员75%挺危险的，一般快递公司分拣业务基本上已经自动化了。我看美国一些邮政局依然使用那些人工的分拣，以后也会很快的被自动化。以前的这个创作型的工作呢比较保险，但是一些低级创作呢，比如简单的剧本写作、平面设计等职业也很危险。律师助理，比如回答一些常规的法律问题，撰写一个简单的文本、合同等等，风险也是比较高的。医生一般来说是被看好的职业，比较稳定，但要看干什么。比如放射性的，看 X 光、MRI， 机器应该更准确一些。所以呢，这个医疗方面的活呢，也会有一定程度的被取代。我最近回国呢，家人在路上生了病，我们连线上了这个京东线上问诊，
医生在网上问了几个问题，开了一副药，几个小时以后快递就送到了旅馆。我们当时还在高铁上，人还没到，药先到了，特别方便。当然线上问诊现在还是医生自然人，但我的感觉呢，很快也会被 AI 取代，尤其是那些常见病。另外特别值得关注的呢，是涉及到人与人交往的职业，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安全的，比如说心理咨询、商务谈判等等。这也说明了在数字化的大环境下，提高人际交往的能力将变得更加重要，尤其是服务性行业。另外流水线工人、零售服务人员、基本的数据分析师，这些都比较危险，司机也不太看好。滴滴、Uber 大幅度的降低了运行的费用，对传统的出租行业冲击很大。不过现在出现的无人驾驶，比如萝卜快跑、威某，也将逐渐取代网约车。总之呢 ，AI 干得好的地方要特别小心了。AI 对我们的影响将会是全方位的。那么人的作用在哪儿？优势在哪？我们以后将扮演什么角色？干什么方面的工作？围绕这些问题呢，我让 DeepSeek 帮我做了一个调研，在人、AI 和狗之间呢，从3个方面做了个比较。3方面呢，也就是工作能力、对人类情感理解能力以及对其他物种的驾驭能力。目的也很简单，就是想通过这个比较弄清我们人的强势弱势在哪，从而可以扬长避短。应该说呢，这3个能力呢是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。另外呢，我想说明一点，在这儿呢，选择狗有2个原因。第一呢，我想用狗代表其他所有除人以外的生物。第二呢，宠物狗比较熟悉，对比起来比较直观。来看看这个调研结果吧。这是 DeepSeek 给工作能力打的分数，人和 AI 都是82，狗32。综合能力呢，包括智力和动手能力2个方面。我很同意 DeepSeek 给 AI 的智力打了95分。AI 在推理、记忆、算力、速度以及知识量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人。人85分有点高，我觉得也就75分吧。狗在3个物种中呢，这个智力呢是比较弱的。动手能力方面呢 ，AI 70有点低。我觉得 AI 现在的动手能力呢，已经超过了人类，只是还没有那么普及而已。尤其是在下一个10年，随着自动的驾驶进一步完善，机器人呢走入家庭，进入办公室。其实现在有很多餐馆和旅店呢，已经开始使用 AI 了。然后呢，更多的黑灯工厂的出现等等。AI 在动手能力方面呢，将很快明显的超过人类，而且距离会越来越大。综合工作能力方面呢，我会给 AI 打95分，而人呢在75分左右吧。再来看看对人类情感理解的比较，人对人类自己的理解力自然是最高的92， AI 和狗都是67。我基本认可 DeepSeek 这个评估，在 AI 和人、AI 和狗之间，AI 应该说是积累了大量的人类情感数据，但这些数据的获取过程中呢，还是有一些滞后的，而且输入的是一个被动的过程，不像狗和人是主动的观察获取信息。再来看看其他的物种的驾驭能力。DeepSeek 的打分呢，我也是基本同意的。人的驾驭能力还是最高的， DeepSeek 给了92分， AI 和狗各40。狗可能会偶尔侵犯到人，比如说咬2口啊之类的，但是狗对人呢并没有形成多少的驾驭能力，基本上属于被支配的地位。 AI 的情形呢也大概相似，偶尔会对人造成一些可能性的侵害，但是对人的驾驭力不会规模化，即使小规模也很难，尤其是物理上的支配能力。所以呢，人类对其他物种包括 AI 在内呢，还是处于一个绝对的支配地位。通过上面这些简单的分析呢，画面就变得比较清晰了。人的工作能力可能不如 AI， 或者很快不如，但是对人类自己的情感理解啊，以及对其他物种的驾驭能力呢，我们是有绝对优势的。
在今后人和 AI 的人机互动环境下呢，我们应该尽量的去利用人工智能超强的这个工作能力，同时发挥我们的理解和驾驭能力，让 AI 多做一些繁复的工作，比如说资料的这个收集整合啊、数据处理、逻辑推理啊、这个流水线作业啊、物件的分拣等等工作。我们呢，尽量把精力放在高情商的创作上，撰写更恰当的提示语句，提出呢更能满足个性化的要求来。另外一方面呢，随着 AI 在各个领域的普及，围绕着 AI 的工作机会呢也会相应增多，包括 AI 程序的设计、机器人的制造、AI 行为规范的制定、道德管控，最后输出的这个审核等等。比如像前面提及的旅游计划例子中，需要最后审核一下预算的准确性。有一点必须指出，这些随着 AI 应运而生的工作机会呢，其实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人的驾驭能力的优势。总体上来看呢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，人工智能仍然是人类的一个服务工具，不过呢，将会是一系列强大的机器，不管在智力或动手方面来看。这是一个题外话哈。我在用 AI 生成这个图像的时候呢，我提示 AI 呢生成一个人，左手牵着一个机器人，右手拉着一条狗，通过这个狗绳啊。可是呢 AI 自动的加了一个小的 baby AI，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因为这里面似乎呢包含多层的含义，人和 AI 合作制造下一代的先进聪明的这个小 AI。 另外呢，这个画面还预示了某种生活方式的选择，一个家庭组合的形式， AI 伴侣啊什么的，一起迈向未知的世界，挺有意思的。我们来简单看一下有前途的一些行业啊，我选了几个领域，但并没有试图囊括各个方面，因为话题太多，我想在以后的节目中呢进一步讨论吧。首先呢，与 AI 相关的都是好的方向，比如伦理审计、数据孪生建模、脑机接口等等。脑机接口需要整合很多的生物方面的知识啊。生物本身呢也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学科，就是因为人类对它的了解还比较少，但又迫切想知道更多。比如说我们到底能活多久？能源方面呢，电池、能源储存以及低当量的核能的应用都是很不错的方向。最近国内报道的非核氢弹实验成功，用较少的物质释放出巨大的能量，高温燃烧的时间也比较长。这个技术今后在哪个方面发展使用呢，将是非常有意思的看点。另外呢，低空经济、海洋经济方面的发展也值得关注。应对 AI 带来的变化呢，今后10年、20年将是很具挑战的。年轻人必须准备好，这个过程很花时间啊。比如说提高阅读能力，掌握至少这个2门语言吧，中文、英文。你必须的高效的去消化这个 AI 提供的大量信息，还有就是必须关注 AI 的发展，学习好基础知识。另外呢，在这个高度数字化的环境下，人际交往的能力呢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。对于科技爱好者来说呢，这几个领域呢值得关注：量子 AI、AI 伦理、边缘计算、联邦学习等等，这些东西有好多内容，以后有机会再聊。AI 时代，新的技术不断出现，我们应该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，24小时7天。不过人做不到哈，AI 可以。在这样一个新的环境下，技术和技能老化速度将会加快。有人估计呢，知识的半衰期呢降低到18个月，一项技术5到7年可能就会被淘汰。另外呢，由于 AI 整合能力特别强，跨领域的行业呢也会越来越多，所以至少掌握这个3个领域的知识，以应变这种变化的全面到来。那么这一期视频就到这儿，谢谢收看。